小小梦魇3在今年的10月份终于是亮相了，在距离前作近4年多的时间里，这个系列也是遭遇了不小的变故。从宣布更换制作组到宣布跳票，这部作品的宣发路线怎么看都感觉不对劲。接手本部作品的制作组是制作了黑象级系列和采石场惊魂的 Supermassive Game Studio， 过往的作品评价也褒贬不一，所以在我心里我对这部小小梦魇3的期待也就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毕竟系列前2部正传作品我认为是优秀且小而精的闯关游戏，而在我结束了本部游戏的游玩后，我心里真的有一股说不上来的笃劲。具体如何，且听本期小帅的游戏评测。本作依旧是黑暗童话的美术风格和卡通的场景建模， 2.5D 的视角下，本作的画面质量和物体纹理并没有很大的观感差异，美术风格还是很吸引我的。不同场景的变化加上系列标志性的远景景深，在游玩过程中我很难不被它一次次的激发我的游玩动力。但是很难受的是优化，很多特定的场景会出现非常频繁的掉帧，卡顿的现象倒还是比较少见。这些问题对于我来讲其实并不大。本作提供了2名可操控的角色，一个拿着铁锤，一个拿着弓箭。角色的机动性就是标准的跳跃、蹲伏、奔跑以及滑铲，但像开门、推门、拉木头这些预设动作观感还是非常僵硬的。在游戏设计层面上，我认为制作组这是有点太尊重前作了，整体的风格延续的特别彻底，但也因此缺少了让人眼前一亮的新鲜感。无论是敌人的设计还是关卡演出，都很难再找到前2作那种震撼感。当然，还是有一些非常有新奇的小设计，比如新增的雨伞功能，在打开雨伞后，在特定的场景可以进行上升或下降，用来丰富谜题的解法。但遗憾的是，本作的谜题和关卡设计整体偏保守，虽然也有一些小巧思比如说什么看图填图案之类的，但总共就4个章节的内容，大部分还是推箱子、找保险丝、跳跳乐、收集玩偶，加上少量的战斗和追逐战，这些组合反复的出现，构成了主要的游玩体验。如果是和朋友联机无脑玩，乐趣还是有的；单人游玩的话，在不擅长的流程里，都会逐渐产生出一种厌倦感。另外，本作新加的弓箭和扳手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扩展，一些使用这些工具解谜的桥段判定范围也是非常的离谱。举个例子，有个谜题要求你用弓箭射破高处的玻璃罐子，但神奇的是，无论你怎么调整位置只能在那张特定的桌子上才能命中。这种设定真的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挫败。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难度设计，而且部分解谜场景的光线太暗了，信息反馈的特别少。在没有拿到手电筒之前，你得在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中去找到关键道具。整体谜题的设计也并不让人感到惊喜，也不太需要动脑，挑战性是不足的。所以我认为在解谜这一块，游戏确实还有不少优化的空间。其实我认为制作组完全可以把一些已有的小机制融入主流程当中，比如让角色可以手拿并使用地图中随时可见的小球或者易拉罐，加入一些小游戏或者场景互动。虽然说在游戏后期会有一些小的场景互动来进行解谜，但是我觉得来的还是太晚了。哪怕只是一些小变化，也能让游玩过程变得更加有趣一点。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严格的按照线性流程去推进。虽然整体的流程时长比前作要翻了1倍，但是在我游玩体验下来，无论是叙事还是玩法扩充，有些部分确实显得有些多余。节奏上也有点问题，部分关卡中后期太拖沓了，有些又过于简单。本来就只有4个主要章节，再掺杂那么多的水分，只会让游玩体验大打折扣。再来说说本作的多人联机系统本作合作游玩部分主要是以解谜和开路为主，但只能线上联机不能本地联机，这一点属实是有些少见了。你可以在2名可操控角色中选择1位操控，另1位就交给 AI 来操控。AI 队友到时候会给你一些提示，比如当你没有发现要砸的东西，它就会自动掏出锤子，或者是在你迷路的时候 AI 会先爬上墙，你就可以顺着它的动作找到正确的路线。这些设计还挺贴心的，但是好不好呢？这就因人而异了。不过在一些机制的引导上，游戏做的还是明显不够的，特别是在前期，比如游戏的战斗关卡中，你需要先用弓箭角色去击倒敌人，扳手角色再上去补刀才能进行击杀，但是游戏完全没有提示这一点，只能靠不断的试错来摸索，而游戏所有的敌人又是一击必杀的，这种生硬的试错反而会破坏了原本该有的氛围。更糟的是，本作 AI 调教不稳定，也会导致各种离谱的问题。我自己1周目的时候，在结局前的最后一个房间里 ，AI 直接真的不动了，我就无法推进了，游戏就没法结束了，我就没法达到结局了。怎么读脑都没有用的我，只能在电脑屏幕前疯狂的问候制作组。小小梦魇3的叙事几乎是完全依靠画面和环境叙事来完成的，没有冗长的对白，没有任何的台词，也没有大段的过场动画，每个小关卡都有自己的方式来无声的讲述故事。敌人的造型、环境里的摆设、背景里的提示，这些全都是叙事的一部分。游戏从来不把一切都说透，而是留出足够的空间让玩家去猜、去想、去感受。这种留白反而成为整个游戏里最打动我的地方。如果玩家能够注意到2位主角之间那些细微的互动，比如小洛和小季会牵起对方的手，在危险的旅途中互相安慰、彼此依靠，在那种随时可能崩溃的氛围里，这一丝温情就像救命稻草一样，让人在恐惧中仍能抓住一点希望。
本作镜头的运用也是非常的巧妙的，当视角被拉远的时候，角色在庞大的世界中显得格外的渺小时，那种孤独和无力感就会被放大到极致。尤其是在游戏中期那个游乐园的关卡，整体氛围塑造的特别的出色，我认为这一点很好的延续了整个系列的核心要素。不过在剧本上，我虽然能看出制作组尝试做了一些表里层面的设计，但是不太清楚是不是因为他们不太擅长用舞台化的叙事来去表达，就让整体剧情看起来非常的不足，而且非常的空。最关键的是故事没讲完，本作的剧情很显然是为后续的 DLC 埋了伏笔的。从整体的流程来看，我一周末大概花了4个小时左右通关，大家可以以此作为一个参考。最后总结一下，小小梦魇3是一部正常的平淡的横版闯关游戏。抛开作为小小梦魇系列续作的背景来看，游戏不管是工业水准还是游玩设计都不算差的。除了那些大大小小的细节优化问题，游戏本身的可玩性和创新还是有的，但也就止步于此了。平淡的游戏流程、保守的游戏设计和糟糕的叙事能力，咱们总说在玩完游戏后多多少少可以和作品和解，但是我又想想这是小小梦魇的续作，又多多少少想让制作组为自己的保守吃一点教训。